一个系列教您从零玩转航天基地。欢迎来到本期的地图陪跑。航天基地这张地图啊，虽然说它的打架强度很高，但是呢会出升级仓库必须的火箭燃料，所以啊，不管是猛攻玩家还是速手玩家都需要去这张地图。但是呢，因为火箭燃料是12个大红，放不进安全箱，不少彦祖啊深受折磨。那么这个系列呢，就会给大家讲透航天基地，后续的话也会分区域进行讲解。今天主要是讲一些航天基地的大致情况和基础打法。航天基地大致可以分为5个区域，分别是宿舍区、中控楼、牢区、发射区以及最肥的核心区。这张地图有8个复活点，都围绕着核心区，分别是宿舍楼复活点、7大复活点、中控复活点、圆2复活点、发射区复活点以及3个最难受的牢区复活点。其中宿舍楼和圆2是必定刷人，牢区会刷2队，其他复活点概率刷人，人数大致呢是18到21人左右。同时啊，咱们想要进入最肥的核心区吃饭，就需要了解进入核心区的几个入口。我们先讲需要刷卡开启的入口，首先是西区大门入口，一般是7大复活点刷卡进核心区，然后是圆1，一般是宿舍楼复活的人在吃完宿舍楼之后，如果呢发现西区大门没有开，同时中控楼有人，咱们不想跟中控的打架的时候开启的，从这里进去一般会选择去福利室。然后是圆2，如果咱们是圆2复活点，那么可以快速进入核心区吃饭。最后需要刷卡开启的是东区吊桥，这个入口一般是牢3的队伍开启的，开启后会选择去黑市，然后上总裁。然后讲一下2个常规入口，一个是中控桥入口，这个入口是除发射区之外，其他所有复活点的人要进核心区，同时又没有卡或者是不想刷卡，那么咱们只能从这里进。只要西区大门、圆1、圆2、东区吊桥都没有开启，中控复活点的人啊，是可以把所有出发射区的人都堵在中控桥附近的，直接可以化身典狱长，谁都别想跑。第2个常规入口是发射区这里，一般是发射区复活的人通过这里啊进入核心区。下面我们说一下关于复活点，首先是西大，在这里复活可以选择刷西区大门，刷卡的时候要小心发射区的狙和宿舍的手炮，开门后啊建议往左侧封个烟。刷卡进去后可以选择去基础物资最肥的离心室，但是要小心发射区的人会不会过来。同时咱们也可以选择吃福利上总裁，当然也可以直接闪击宿舍楼。然后咱们说宿舍楼的复活点，在这里落地啊要先判断西大有没有刷人，如果刷人，同时啊他们没有选择开启西区大门，这时呢直接站住2楼原地架枪，凭借高打低和先手架枪的优势啊是完全不虚他们的。如果他们选择开启西区大门，可以尝试抽几枪，如果说抽倒了他们啊，在这里呢咱们可以直接发起冲锋，如果没有抽倒啊就安心吃饭，然后尾随西大的人进入核心区。如果说没有刷人，咱们就先吃宿舍区，然后看情况选择中控桥进入核心区，或者是开启圆1进入核心区。中控复活点落地之后可以选择去2楼阳台和1楼的正门去看一下2元，如果说打倒2元的人啊，可以直接滑索过桥和他们开打，当然也可以原地开吃，但是呢要小心沙地的老大和宿舍楼的人会不会过来找我们。还有一种打法呢是咱们可以啊落地之后闪击宿舍楼。圆2复活点落地可以选择开卡，进入核心区后可以选择在蓝室安稳吃饭，也可以选择直接去黑市跟发射区的人抢位置，然后上总裁。不过这个入口链接啊，核心区的是没有掩体和遮挡物的管道，在我们过点时啊，中控、老大、老2都可以打到我们，所以在过点的时候一定要封烟，不然呢咱们就20秒速通航天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卡，可以选择反踩沙地去打老大，或者通过沙地打中控，当然也可以选择从桥下闪击宿舍楼。下面说牢区的3个复活点，之所以呢这里被称为牢区，是因为啊首先它离核心区比较远，如果说咱们落地老大和牢3啊，基本呢是没有吃的，老2呢可以简单吃一口，但是啊也不够一个队伍分的。这个地方是老大复活点，落地之后啊一般选择上沙地打圆2的敌人，然后呢可以尾随圆2进入核心区，也可以打完圆2之后啊咱们直接打中控。这个地方是牢2复活点，咱们落地之后可以选择去组装室后门观察牢3有没有刷人，如果刷了人，我们占据先手架枪的优势，可以直接跟他们打。如果牢3的人选择开卡，我们可以直接尾随他们进入核心区。落地后也可以选择去组装间和打112楼的连接处打2元的敌人，然后尾随他们进入核心区。这个地方呢是牢3复活点，这里啊是航天基地真正的牢房，落地后呢没得吃，进入核心区的路上也是危险重重。虽然开启东区吊桥会使牢3变成黑市1号位，但是呢圆2的敌人啊可以在我们没有下桥的时候从蓝室的斜坡打到我们，也可以呢直接前压黑市外围，在我们桥上跳下来的地方堵我们。同时开启吊桥的声音非常大，放下的时间也比较长，如果说被牢2发射区圆2的敌人听到动静啊，基本上都会过来打我们。所以呢这里啊阿能不建议开启这个吊桥。这里有一个建议呢是落地后咱们原地趴5到10分钟，然后呢再进入核心区。最后呢要说的是发射区复活点，这里落地后可以上左侧平台看一眼西大有没有刷人，刷了人但是没有开启西区大门，
这时我们可以直接去离心。如果开启了西区大门啊，我们可以听离心和黑市的动静，哪里没有响枪，我们去哪里。说完了这个复活点的一些思路之后，我们讲一下航天的撤离点。航天基地啊，一共有3个撤离点，分别是拉闸撤离点、飞升撤离点、丢包撤离点。拉闸撤离点啊，需要拉掉蓝市和离心市共计2个电闸，都拉掉之后，位于飞升桥下方的拉闸撤离点会开启5分钟撤离倒计时。倒计时结束后啊，位于撤离点内的所有玩家呢能够撤离。丢包撤离点位于地图右下角的水平试射间后面。机密呢有3个名额，绝密啊只有1个名额。丢包撤会在对局时间剩余21分钟的时候开启。最后呢是飞升撤离点，开启这个撤离点需要接取群内的任务飞升者行动。这个任务会在对局剩余15分钟21秒的时候变为可接取的状态。接取任务之后，飞升撤离点会开启12分钟倒计时。无论你的任务是否成功，倒计时结束后，在撤离点范围的所有角色会撤离。如果成功做完任务啊，飞升撤离点会直接开启1分钟撤离倒计时。视频的最后呢，给大家带来这个战备武器的推荐。如果说咱们是进机密航天跑刀的话呢，阿能推荐这一套；如果说咱们是在机密航天猛攻打架，阿能给大家推荐这一套装备；如果说咱们是去绝密这个航天跑刀啊，阿能这里推荐这一套；如果咱们去绝密航天打架猛攻的话，阿能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套装备。武器的话呢，阿能也给大家推荐2把，下面是他们的改枪码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到此结束，这里是爱你们的阿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